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好久不见。今天又是一期令我期待已久的桌游开箱视频，因为终于拿到巴塞罗那的样品了。这款游戏在前段时间的上海桌游展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口碑，是一款中等偏重度的德式策略游戏。玩家们扮演19世纪中叶的建筑师，在现代化城市之父伊尔德丰斯·塞尔达的指示下，创造性地完成了巴塞罗那老城的城市规划。而且这款游戏特制的 3D 打印收纳也是非常的舒服，让我们直接打开看看吧。首先，这个美术是真的非常的耐看，中间这个就是圣家族大教堂，周围就是巴塞罗那的各个街区。这个是游戏的说明书，基础的规则手册，然后这两个是 solo 规则，以及 solo 的一些成就挑战吧。规则手册不是特别的厚，但是它的细节很多，学起来还是挺麻烦的。这个是游戏的个人版图，玩家的面板。这个是游戏的一个副版图，一个铺石砖的一个地方。游戏的主版图，这个是主要的行动区，这个是市民轨，这个是塞尔达轨。这个是游戏定制的一个 3D 打印收纳，强迫症患者表示真的是太舒服了。然后还有一个专门定制的封盖，上面写了巴塞罗那4个字。这个是圣家堂板块，当我们跑圣家堂轨道的时候可以获得的奖励板块。这个里面是一些盲抽袋以及玩家的行动提示卡。这个是一个盲抽袋儿，里面是已经猜出来了的市民板块。我们的市民板块分为这个绿色的是平民，蓝色的是贵族，粉色的是中产阶级，全部都放到这个盲抽袋里。游戏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两盒是游戏里边必要的2种资源，金币以及布匹。这个是我们游戏里边要进行修建的建筑板块，平民、中产阶级以及贵族。这边是中间的一些三角区域，这个是起始玩家标记，像是一幅油画一样。这个是建筑的一个奖励板块，这些是分数板块，一些可以随机设置的行动板块。这个里面的板块呢，就是我们的公共设施板块，在说明书里它都有一个专门的地点介绍，而且它的美术非常好看。这个是现代化项目，其实就是一些终局的计分点。这个是塞尔达板块，是用来每个小阶段结束的时候立刻进行计分的一些板块。这两盒里面呢，就是每个玩家自己的配件，橙色玩家、灰色玩家、蓝色玩家以及紫色玩家。这个收纳真的是太方便了，直接装进去就跟一个书架一样。玩家们自己可以修建的这个宽窄的街道，这个小车，这就是以前的那种有轨电车，这个车辆的标记。这些是十字路口标记，这些就是一些指示物。然后这边有玩家们要用到的石砖，以及2个初始的资源。所有玩家都是一样的一个配置。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游戏怎么玩吧。游戏设置：公共区域，将主版图放置在桌面中间，版图这个区域被称为行动区域。在行动区域左侧分别放置一个建筑奖励板块。随机设置行动板块，也可以直接使用版图上基础印刷好的。主版图右侧为塞尔达轨道，用于记录我们计算塞尔达板块奖励时的倍率。主版图下方为市民轨道，用来计算建筑分数以及记录游戏流程。
如果游戏人数不足4人，需用相应的市民标记遮盖住2人和3人的位置。在市民轨上方随机设置3个塞尔达积分板块，代表3个计分阶段。副版图混洗所有的现代主义标记，并翻开4张。注意，与设置好的塞尔达积分板块相对应的现代主义标记，需要在游戏开始前移除。将公用设施板块分类，按照1、2、3金币的顺序叠放在对应区域。因为有 3D 打印收纳，所有的供应堆以及板块堆直接拿出来放置在版图旁即可。玩家区域，每位玩家直接拿取一套玩家面板以及对应配件，将一个小圆片放置在圣家堂轨道上，将电车和10个方块放在电车区域和现代主义区域。设置好宽窄街道区域、交叉路口区域以及石砖区域。8个大圆片分别按照前3堆放2个、后2堆放1个的顺序，放置在玩家面板底部。每位玩家拿取1个金币以及1个布匹，放在自己的仓库，游戏就可以开始啦。流程演示，玩家们的行动只有3个：放置市民、执行行动以及修建建筑。放置市民，从盲抽袋抽出2个市民，按自定顺序叠放在某一个空的十字路口区域中。如果区域有费用，则优先支付。执行行动，按照自己新放置的市民所在位置，以任意顺序执行与该路口横竖斜向如有相连的行动。建造建筑，在某一个街区相邻位置有至少2名市民，玩家就可以修建建筑。比如1级建筑需要2名任意颜色市民，玩家修建建筑后，将市民堆最上方的市民拿走，放置在主版图市民轨对应的位置，从左到右依次放置。放置市民达到条件后，1级建筑可以扩建为2级，2级可以扩建为3级。3级建筑修建完成后，则无法再次修建，抽取2个新的市民标志，进行下一轮。如果某一条市民轨道到达该阶段最后一个位置，则该阶段立刻结束，终局则补完公平轮。具体行动：1、获得金币；2、获得1个布匹和3分；3、放置石砖，从玩家版图中从左到右拿取1枚石砖，放置到副版图的石砖区域。放置规则为必须与已有石砖相邻，并且立刻获得对应区域奖励。玩家们版图中空出的石砖区域将扩大我们的仓库，放置更多资源。4、建造宽窄街道。宽街道可以建造1个，窄街道可以建造2个。建造时立即结算横竖斜线上每一个与自己刚刚放置的街道相连的街道的数量。每一个宽街道记2分，每一个窄街道记1分。修建的位置如果有奖励，立即结算。5、建造1个十字路口，花费对应费用建造十字路口。建造后可以立即结算该路口周围的所有奖励，如果有。之后有其他玩家的市民放置在自己的十字路口上，玩家可以立即结算玩家面板上露出的任意1个收入奖励。修建到这个位置可以结算任意不同的2个，到达这个位置可以结算任意不同的3个。6、拿取1个现代主义项目，从副版图上选择1个现代主义项目，也就是终局积分板块，放入玩家版图中空置的现代主义项目格，并且支付所需的费用。7、发展1个现代主义项目格，支付费用升级1个现代主义项目格，以后可以翻倍获得奖励。8、建造公共设施，花费对应金币，选择1个尚未拥有的公共设施，并且结算所有奖励。9、移动电车板块，第1次执行这个行动，直接将电车放置在任意1个自己的街道板块。之后再次执行这个行动，每次都必须要移动电车1到2步，并且不能停留在别人的街道区域以及本次移动已经经过的街道。电车停留在自己的街道后，可以放置1个客人。
将电车区域的小方块从左到右拿取到对应街道，并且再一次执行这条街道对应的行动，以及获得这条街道的街道放置分数奖励。积分规则：游戏中主要分为蓝色的即时积分奖励以及红色的终局积分奖励。建筑奖励：修建建筑时，我们会立刻获得建筑板块上的奖励，同时修建建筑立刻获得市民轨道上露出的最低的分数奖励，越往后分数越高。圣家堂轨道奖励：当圣家堂轨道越过了某一个板块空格，可以立刻在对应等级的圣家堂板块中挑选一个放在空格区，并且立即结算板块上的奖励。塞尔达板块奖励：任意一条市民轨道到达阶段末尾位置，立刻结算塞尔达板块奖励，按照塞尔达轨道上玩家们所在区域结算倍率。OK， 以上就是游戏巴塞罗那的全部内容了。作为伊比利亚半岛的明珠，这个城市的建筑艺术也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新物级的游戏众筹页面，同时不要忘了一键3连，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拜拜。